鉴于半岛局势对中国安全的重要性，我主张必须致力于尹锡悦下台，而且我们有办法把他赶下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尹锡悦冲到反华第一线，必须下台。中韩贸易数字告诉了我们办法。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对美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的前后言行，以及与美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和华盛顿宣言，其诸多重要内容中都是反华反俄，干涉中国内政，对中国进行威胁。我把尹锡悦访问美国涉及中国乃至朝鲜半岛的主要内容归纳一下，于是比美国和日本还要卖力地把台湾问题国际化。访美前，他先给美国拜登政府递交了一份投名状，更妄称台湾问题不单纯是两岸之间的问题，就像韩朝之间的问题一样，涉及范围已超出本地区，只能将其视为全球性问题。而是与拜登一唱一和，反复强调确保台海现状，反对用武力改变台海局势，大肆干涉中国内政，威胁中国。三是在与拜登的联合声明中还说，强烈反对一切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企图，专门针对中国强调这些企图包括填海造岛、非法海洋主张、胁迫性和军事化行动等等。四是要让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和核潜艇，显然针对中俄两国，这是重大安全威胁。其终极意思那就是要与美国联手，坚决阻止中国实现两岸统一，也不允许中国在自己的南海造岛，不允许中国在南海驻军，不允许中国主张南海主权和权益。可以这样说，尹锡悦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唯一一个立场明确并且猖狂反华的韩国总统。鉴于半岛局势对中国安全的重要性，我主张必须致力于尹锡悦下台，而且我们有办法把他赶下台。要让他重蹈韩国前11任总统没有一个善终，第12任总统文在寅估计也难以善终的负责。其实尹锡悦很在意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一上任就把总统府从青瓦台迁到了国防部大楼。这其实说明尹锡悦打算要干一些难以保住总统大位的大事。看来明确站队美国，破坏韩国与中俄两国过去长期的友好关系，反华反俄就是他的重大目标。怎样让尹锡悦下台呢？当然这并不是干涉内政的方式，而是贸易手段。我们先来看看中韩贸易的两组数字。一、中韩建交前的一年1992年，中韩贸易总额为44亿美元。二、2022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3622.9亿美元，是中韩建交前一年的82倍。中国自韩国进口总额30年来增加160倍。足见中国市场对弹丸小国韩国的重大经济和民生意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22年中国自韩国进口总额1996.7亿美元，同比减少6.5%。当年韩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为1098.2亿美元，仅为中国的一半。上述数据告诉我们3个答案。第一，韩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很大，对华出口总额占比约25%。第二，跟随美国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，导致韩国对华出口蒙受重创。第三，就韩国经济和民生来说，中国远比美国重要。那么，如果中国针对尹锡悦政府的反华行径采取经济反制措施，暂时冻结自韩国进口，必定导致韩国上百万人失业，产生的内部斗争，尹锡悦大概率会下台，甚至也会进监狱。而对中国来说，并不缺韩国这样一个市场，况且只要尹锡悦下台，中韩就能恢复贸易关系。此外，我们还能以放开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作为恢复中韩正常贸易的条件，打掉美国全球对华芯片的封锁联盟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